马上就是双11了，我想不少人都计划在这个时候购入你一直心仪的保养品，那其中不乏肯定是有大牌的护肤品的。我大概是从29岁开始有大牌迷思的，因为29岁到30岁是一个每个人经历都会有些许恐惧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你会觉得你是不是很快速的步入老化，所以那个时候感觉什么东西对抗老比较有效，我都会买回来试一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下血本买了不少贵价的产品，所以今天呢，就是想把我东京这边之前用过的一些贵价产品的空瓶一次来简单讲一下，正好他们都蛮具备代表性的，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之前呢，我已经做过关于日系的一些超级空瓶分享，很多人表示那个内容有点过长了，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视频拍出来也很长的话，我可能会剪成2期。好，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品。其实黑绷带呢，我一共买过2瓶，可以从包装上看得出来，一瓶比较新一点，一瓶比较旧，现在应该都换了包装了。2瓶呢都是在日本的专柜买的，不同于现在疫情间很多大牌的价格跳水，所以可能有更实惠的价格，包括前几年的韩免价格都是比较美好的。我购入的时候呢，正值日本汇率最好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00以内，至于是1800还是1900，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当时的价格在日本购入的话，还是比较美好的。因为含有高浓度玻色因的成分，所以赫莲娜这几年呢一直都很火。但是我觉得你在购买之前，你一定要明白你的需求是什么，不然的话你就会可能出现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当时购买黑绷带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抗老，因为玻色因本来就是在宣传抗老的这个层面。那么作为它这个质地上比较封闭性的这种特性来说，其实我觉得更加适合敏弱的皮肤来进行修复。我当时其实并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一瓶用下来，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让我有什么惊人的效果。当时的脸也比较肉，我也没有减肥，所以我的脸上的脂肪其实一直是蛮多的。在丰盈这块呢，我也没有在黑绷带上看到蛮明显的效果。之所以买2瓶呢，就是因为我第1瓶用完之后真的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呀。因为它的这个风一直是蛮大的，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又购入了1瓶，我在想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但是2瓶用完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感觉。抗老的3大阶梯 A 醇、胜肽以及玻色因，我觉得玻色因之所以放在第3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慢工出细活的成分，所以我觉得可能长期用才能感受到它的好吧。习惯了传统那种高渗透或者是质地特别沁润，就是让你的角质层蓬起来的那种贵妇产品而言，我觉得黑绷带它不是那种效果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健康肌肤而言。从质地上来看呢，虽然很像慕斯的质地呢，但它其实是一个偏厚的膏体，但是没有任何的油腻感。作为油皮来说，完全是1年4季都 OK 的。干皮呢，甚至于还会觉得有些许的干燥，因为它上脸之后有很强烈的这种包裹感，并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有浸润到你的皮肤里面的那种湿润感，所以它的保湿性我觉得是不行的。香味上呢，其实它也是走那种浓香型，很像那种阿嬷级的护肤品。之前我也提到，其实 La Prairie 它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 La Prairie 的话是真的香，就是你闻久了你会习惯这种金钱的味道。赫莲娜的话其实不能算好闻，它真的就是一种很古老护肤品的那种香味的感觉，有年代感。综上所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尝试贵妇保养品的人，你不要被赫莲娜的这种贵气所影响，你一定要明确你到底是为什么买这瓶面霜的。如果你没有这些敏感的问题，只是单纯的觉得想要尝试玻色因的话，其实欧莱雅集团玻色因的东西很多，并非一定要追求这一瓶。像平价的理肤泉、欧莱雅本牌，再到那个修丽可，其实真的能选的很多，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很多的功课。所以呢，如果你对玻色因感兴趣的话，其实真的选择是很多的，不一定非要买黑绷带。第二个要说的是蓝妹海蓝之谜。其实我海蓝之谜的东西买的比较少，因为我开始买这些顶级大牌呢，原因就是因为抗老。在我心中，我觉得蓝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抗老品牌，它也是偏重于修护的。
所以很多敏感肌或者是孕妇都喜欢在这个时候来购入。但是如果说纯粹是敏感的话，其实你能选择的牌子真的是太多了。回到产品本身，先从这个眼霜开始说起吧。我还挺喜欢它的这个设计，因为它有这个按摩眼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吸铁石，然后你可以在眼周就是进行打圈按摩。其实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建立在你眼霜没有吸收，然后它比较油润的一个状态，你轻轻平铺，然后打圈缓慢的去按摩眼周，我觉得对那个黑眼圈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这个眼霜每个人的使用感觉不一样啊，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清爽的，不属于特别滋润挂的眼部产品。就是很多年轻肌肤，如果你想要尝试大牌的产品，尤其是海蓝之谜的，会从眼霜开始尝试。我比较推荐它绿色瓶子的那款，真的非常的清爽，香味也比较宜人，然后呢，滋润度呢也满足年轻肌肤的需求，所以它也是比较推荐入门的一款单品。我觉得反倒不是他们家的面霜跟精粹水，我觉得是眼霜比较值得入。然后它同系列的那个眼霜还有一款白瓶子的，我觉得就要比绿色的要滋润很多。而作为这款高端的，我说实话，我觉得它的滋润度是和绿瓶差不多的，所以它不是主打一款熟龄肌会喜欢的特别滋润的感觉，而是偏清爽的，就是在有水润度的这个前提下偏清爽。我当时用的时候我是蛮喜欢的，但是这几年因为我现在年龄更大了嘛，我真的就觉得还好。如果现在你想问我的话，我是不会购入的，因为过于清爽。虽然我是一个大油皮，但是就是我的眼部下面还是有这个干纹的，所以我还是希望眼部产品能够更加的持久滋润，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太行，所以同价位上我觉得选择性可以更多。如果你是年轻的肌肤，然后你的预算又很足的话，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水呢，我很早就在小红书上吐槽过，其实我最近也有看到很多人说这款水特别适合干性肌肤。我不太明白，难道我们两个用的是不同的版本吗？我作为一个油皮来说，在某一年的这个冬天，它特别的干冷，因为我觉得东京的这个冬天啊，有的时候它的干燥度跟北京是有一拼的。然后这个水呢，我是在冬天打开的，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抗老的产品一般都比较滋润，所以我就在秋冬打开了。但是它真的蛮干燥的，就是它其实是有2层的液体，还剩下一点点能够看得出来，里面有乳状的这种液体，你用之前需要把它们摇晃在一起，有非常强烈的硅感。也就是说，它虽然涂起来很滑，但它其实是不够有保湿的，尤其它也没有立刻能够让你角质层充盈的那种水润感，所以我觉得这瓶其实是不适合最干冷的季节来使用的。但是呢，它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就是我在一边吐槽它的这个干燥感，我在用的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皮肤纹理的变化，就是变得比较细腻了。但是它真的在这个舒适感上，我觉得并不好，因为它的这个硅感的话，是完全对得起它这个雅诗兰黛集团硅粉世家的这个称号的。所以这瓶水，我觉得你靠柜试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去购入，而且尤其是不要在秋冬买，油皮也不可以，我觉得是干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她们都有角质屏障受损的问题，因为用的东西太多了，换的东西太多了，蒙料又太多，角质屏障受损是一个可能突然就会发生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蓝妹也救不了你，你还是换就是更加接地气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神经酰胺啊、天然保湿因子啊那一类成分的产品，我觉得能够更好。角质屏障健康的情况下，我觉得除最干冷的季节都是可以的。最后来说，它的这个精华，它的这个精华其实是最先出的，整个流金系列是先有的精华，然后再有的水，再到眼霜，直到去年又出了面霜，我直接就面霜没有再感兴趣。这个精华说实话还是很不错的，毕竟是他们家最贵的第2贵的精华，还有一款就是 VIP 才能购买的那个祖母绿的那个精华，那个就不属于常态品，常态品里面它是最贵的。然后这个流金精华也是很明显的在这个细致纹理上，我觉得有很大的提升。作为一款就是高端的，能够在全方面的对你皮肤的这个纹理有所改善的精华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硅感方面啊，这3个单品其实是水排第一，就是真的硅感特别强。
然后呢就是精华，有些微的硅感，但是能接受，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然后眼霜的话，硅感是最弱的。这个系列呢，给我最深刻的那个印象呢，就是细致纹理是你能够肉眼可见的。至于别的抗老层面，因为我当时用的时候脸上也没有很明显的坍塌，我脸上比较明显的老化应该是法令纹，然后我抬头纹的那个动态纹比较重，在这些方面都是没有改善的。说到海蓝之谜的话，就是想唠叨几句我之前用的别的东西，快速的来说一下吧。精粹水，我觉得油皮应该不会喜欢，然后我有敏感皮的朋友也在敏感期用过，我觉得海蓝之谜真的不是那么适合敏感肌的。不是说不好，就是如果你想要快速修复的话，我不觉得海蓝之谜的修复性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然后我妈妈她是有那个红血丝，我有给她用过修复精华，硅感特别重的精华，但说实话那个精华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她用过几瓶之后，我能感觉她面部的泛红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其实敏感也蛮复杂的，就是你要搞清楚你的针对性，不要一味的你觉得敏感就立刻去用海蓝之谜，不一定跟你想象的效果可能会有出入。这样子说一下它的那个经典面霜，我只用过经典面霜，按照道理油皮应该是不适合的，我没有很喜欢，也没有很讨厌，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我的干皮的朋友非常的喜欢，就是明明感觉那瓶面霜也没有特别强调抗老美白什么的，但是我的干皮朋友就很喜欢，就是用他的话讲非常的安心。所以海蓝之谜确实在修复方面有它的强手，但我觉得这个修复是仅限于在你的皮肤没有很紊乱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修复力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会有那个紫外线光老化的损伤，就是比如说自由基的损伤，比如说你熬夜造成的这个自由基的损伤，所以说它就是会有不停的这种没有那么严重的损伤。我觉得海蓝之谜针对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角质屏障大紊乱，整个皮肤红肿痛，我觉得蓝妹是救不了你的。如果让我推荐海蓝之谜的产品一件的话，我会推荐它的这个晚间的修护面膜。这个面膜真的是非常好用，尤其是对油痘肌或者是屏障有些微受损的皮肤，我觉得它会很明显的第二天你的皮肤看起来特别的透亮，尤其是一些有炎症的红痘印，它也能够慢慢的消下去。所以这个面膜呢，无论在修护方面还是紧致方面，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效果。聊完了海蓝之谜呢，我们来聊它的本品牌雅诗兰黛。其实这边想唠叨一句啊，就是现在的护肤品众多，很多人其实是有选择迷思的。如果你很担心又很希望自己亲自去专柜选购的话，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像雅诗兰黛、兰蔻这些老牌。但是呢，你不要盲目的去买它的那些所谓的网红的那些系列。我觉得聚焦一个品牌的它的这个真正有效的东西，或者是说能够让你惊喜满意的东西，还是应该放眼在它的高阶系列的。比如说像兰蔻的话，我就比较推荐像精纯往上，就比较适合混合皮、混干皮。然后像雅诗兰黛，以前我们知道有白金，其实早期的白金我觉得做的质地是比较不舒服的，但是这几年变成花精粹，然后以及往上的这个黑松露，甚至于特别适合油皮，尤其是像这个系列我要介绍的这个松露的这个系列啊，真的特别适合油皮。我觉得这几年资本好像也在讨好混油皮，因为中国尤其是混油皮其实是蛮多的一个族群，甚至于很多的这个敏皮，他认为自己是敏皮，因为他屏障受损，他觉得干，角质紊乱了嘛，神经酰胺不足，你的水是没有办法锁住的，那你永远都觉得干，又油又干，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混干，或者甚至于你觉得你自己是干皮。只要你会出油，只要你 T 区有毛孔，然后不是老化造成的，早上起来这里会有油光，那你肯定是混合皮。一般像这种类型的皮肤呢，他们既想要滋润，但是又不想要油腻，所以其实花精粹以上，包括到这个松露系列就很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就是完全油皮用是够的。真正的大干皮，你在大冬天的时候用这样的这个产品，你甚至还会觉得有一些不足。所以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些标志性的产品来判断你到底属于什么皮肤。我觉得很多人真的被现在皮肤分类所误导，因为皮肤其实真正细分是有很多的种类的，然后你会一下子彷徨。我也个人认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性皮，中性皮我觉得是不应该会出油的。你
不出油，你也不会有紧绷感，那种才是真正的中性。我觉得存在于婴儿身上，所以通常看到一个博主说我是中性皮的时候，会有点翻白眼。扯远了，来讲一下这2个产品吧。这个呢其实是停产掉的一个清洁面膜，因为已经停产掉了，所以讲它好不好用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简单来说，作为清洁面膜来效果不大，因为特别的温和。我想说的是它的这个仪式感，因为毕竟这条线是属于比较贵妇线嘛，其实它有一个这样的刷子。我一直以为这个刷子呢是用来清洗这个面膜的，其实不是。这个刷子呢是你在涂抹面膜之前干刷你的脸的，就是脸上没有涂抹任何东西，干燥的情况下干刷你的脸，来促进你的这个血液循环，然后你再用这个面膜，我觉得是不是特别仪式感十足？整体来说这个面膜之后它好像有出过一个热石面膜，就是涂抹的霜剂，然后有热石，你可以模拟专业 SPA 的那种感觉。那个面膜我没有买如果有用过的人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整个这个系列从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这种钻石几何切割面其实非常符合中国人当下的这种贵妇审美。它是玻璃瓶的，所以我觉得质感非常好。这个面霜其实非常的重很多这种所谓的贵妇面霜，你看到里面的金色没有？实际上的它的膏体呢就只有金色的这个部分的大小。量的话是50克，正常面霜的大小。这个系列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它特别适合油皮，恰到好处的滋润度，然后非常的清爽，跟沁入角质层的那种水润。然后无论是它的精华液、它的眼霜，还是这个面霜，我都觉得非常的绝子。所以油皮的话，如果你想要用贵妇抗老，我觉得这款很不错。它对整个皮肤的纹理细腻，包括这个光泽度都有一定的改善。紧致度而言，它的那款精华我觉得有一定的效果。面霜跟眼霜在紧致度而言都一般。松露系列的这个眼霜跟它长一样，就是小瓶子，我觉得非常值得购入，因为它是雅诗兰黛的这条线里头，我觉得眼霜做的最好的，甚至于比海蓝之谜刚才介绍的那个还要好。就是它是水润，但是有滋润度的。用刚刚提到的蓝妹的这款呢，它其实就比较水润，我觉得滋润度还是没有它好。所以作为一个油皮熟龄肌来说，我还是更加喜欢这个系列。下一个品牌我们来说悦碧诗法尔曼拉帕尔。一不小心又巴拉巴拉说太多了，剩下的内容我们下集见哦，记得关注、点赞、收藏哦，感谢你的收看。